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之念风及你。失忆16至17集。顾南亭申请不排班的这一周，几乎每日都在办公室里重新整理新航线的资料，并对其进行增补和完善。工作的繁忙正好减少了他对程潇的想念，而程潇也因忙于跳槽后重新申请放机长的考核，俩人的联系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陆航针对此次重要航线资料被盗事件进行了深度的调查，从监控入手查到飞行员吴毅是顾南亭离开办公室后唯一进入过其办公室的人员，且出入时行动鬼鬼祟祟，有明显的异常。再根据吴毅的人际关系顺藤摸瓜，查到了其盗取的资料最后为飞行部副部长孙成所用。陆航立即对孙成进行了免职处理，并要求其配合公司接下来更深入的调查。孙成被免职，飞行部不可一日无主，顾南亭表现突出，工作也得到了绝大多数中高层人的认可。于是公司正式撤销了对他的停职，恢复了他飞行部部长职位。程潇在轻航是以资深副驾驶的身份被聘用的，需要在教员的监督下完成200小时的时长积累，才能申请机长考核。在这期间，陈浩主动担任了他的临时教员，还对他十分的关心。程潇很是感动，加上他们小时候就认识，所以俩人的相处也就像好朋友一般，没有什么领导和下属、教员和学员的关系之分。经过近3个月的时长积累，程潇终于完成了时长积累，并以全部优秀的机长考核成绩重新做回了左座。程潇在兴奋之下又发了一条小红书记录：新的起点，新的开始。没多久，程潇便收到了那位闷骚嬷嬷的点赞，以及一条恭喜的评论。好奇之下，程潇点进了那位嬷嬷的主页，却发现她的主页都是一些天空的照片，没有文字，而且几乎每条帖子发送的 IP 都不同，间隔时间也不长。不会是飞友吧？程潇忍不住在那位嬷嬷最近的一条 IP 为陕西帖子下评论。看到程潇的评论，套近乎成功的顾南亭兴奋地直接从沙发上蹭了起来，举着手机在家里来回踱步，又哼着小曲儿跑到阳台去给波莉报喜。波莉，太好了，快恭喜程机长！太好了，太好了！成了精的波莉倒也配合，在笼子里上蹿下跳地欢呼着。顾南亭笑着给波莉加了一小勺饲料，又在反复思考，确保不会留下破绽过后，选择了私信冲上云霄，恭喜顺利成为机长。谢谢，飞友。程潇秒回，是的。为了表现出自己只是网友的身份，顾南亭犹豫之后又补发了一条：女飞很少见，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女飞？看你之前的帖子。哦，程潇想起自己之前确实发过一张穿着机长服的侧脸照。顾南亭想再与他聊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而程潇在回复完哦后，也没再发其他的消息，俩人的联系就此中断。时间又过了1周多，冲上云霄的账号终于再次发帖，人果然不能闲，一闲下来就会忍不住想他。顾南亭今日飞完河池往返，刚回到家就看到了程潇半小时前发的帖子，心里不禁难受起来。没有他消息的这一周，他又何尝不是一闲下来就会想起那个笑靥如花的女孩？想谁呀？顾南亭自知有些明知故问，但这毕竟是保护他能用网友身份与他聊天的唯一方法。正好休息日，百无聊赖刷着小红书的程潇正好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条评论，而且又是那个嬷嬷，忍不住回怼了一句：你管我呢？一本正经惯了的顾南亭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忍不住皱眉望向小杜。小杜，你说一个女生对你说你管我呢，该怎么回答？如果你们不熟，你可以试着这样回答：对不起，我会尊重你的个人空间。如果你们关系亲近，你可以适当予以玩笑，例如我不管你，谁管你？小杜开动他智慧的脑袋，从2个维度回答了顾南亭的问题。前女友应该是很亲近的关系了吧？顾南亭想了想，
敲下了我不管你，谁管你的回复。切，果真是个油腻闷骚男。程潇忍不住回复了一个白眼表情包，心情不好。按照小杜建议去回复，却遭到了白眼的顾南亭把问题归结到了程潇的心情上，主动发去了私信。也不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从分手中走出来。压抑太久又性格要强的程潇忍不住向陌生网友倾诉，感情遇到难处了，能具体说说吗？顾南亭一直很想了解自己与他的过去，正好借此打探一番。或许是我自己没有原则吧，之前明明说了要放下，还是忍不住去想念。没有主角，也没有故事，程潇只简短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毕竟他也并不打算透露太多给网友，感情的事本就没有原则，也无法勉强。没有说明事件，却只提了放下。顾南亭一阵揪疼，强忍着内心的翻涌，回复了一句看似平淡的安慰。的确这样，那就顺其自然吧，谢谢你。程潇并不愿多聊，能够有人愿意听他吐槽一下，他已经很满足了。不必客气。不擅长言辞的顾南亭只能礼貌回复。聊天结束，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的心中升起，那就是他想见他。顾南亭以最快的速度购买了最近一趟飞往青岛的机票，在晚上8点多终于赶到了程潇家的所在小区，正好遇上了遛弯结束回家的程潇。然而眼前的景象却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陈浩和程潇正说说笑笑地向他走来。哟，顾部长，真要巧啊，在这儿都能碰上。率先发现顾南亭的是走在程潇身旁的陈浩。有个朋友正好住这儿，倒是谈不上说谎。因为顾南亭说话时眼神就没离开过躲避着他目光的程潇。顾部长的那位朋友不会就是程潇吧？陈浩一眼就看了出来，故意笑着问道。不是。程潇和顾南亭几乎是异口同声。说完，俩人都愣住了。倒是程潇先反应过来，强挤出一个笑容找补，顾部长的人际关系广着呢，认识的人里，在青岛的肯定不止我一个，是吧？但我想见的只有你。顾南亭尴尬地笑了笑，却只能在心里想想。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就先上去了。浩哥，谢谢你送我回家。程潇尴尬地看了看手表，只想赶紧逃离这个修罗场。潇潇，我送你上去吧，正好刚刚阿姨说让我去你们家拿点她刚买的鱿鱼丝。陈浩倒是一点也不见外。顾部长，那我们就先走了。拜拜。本是陪父母遛弯的程潇，在门口的公园里遇到了陈浩。没想到很看好陈浩的方律师借送鱿鱼丝，把女儿甩给陈浩，自己拉着老程过二人世界去了。对哦，我都差点忘了。程潇拍了拍脑袋，只好硬着头皮在前面引路。程潇，来都来了，也请我上去喝杯茶吧。已经在库缝边弹奏完一曲，又是千里迢迢从潞州飞过来的顾南亭终于鼓足了勇气，一个跨步上去追上正准备上楼的俩人。程潇惊得直接愣在原地，转头却正好对上顾南亭紧张却又满怀期待的眼神。今天闲下来时到底有多想他，只有自己才知道。眼下如愿见到了，程潇根本狠不下心来拒绝。更何况他内心是不希望顾南亭误会他和陈浩的关系的。那一起吧，顾部长。陈浩笑着摆出一副竟像是男主人的架势。程潇在心里呼了一口气，没有拒绝，只回过了头，不再看顾南亭。顾南亭不自觉地扬了扬嘴角，默默跟在程潇身后进了电梯，去了程潇的家。同住一个小区的陈浩下楼就回了自己家，而借口嗓子不舒服下楼买润喉糖的程潇爸爸和顾南亭顺路一块儿出了小区的大门。叔叔，这附近的药店在什么位置？我陪您去吧。顾南亭见程潇爸爸一直走在他身边没有说话，主动开口问道。小顾，你明天几点的航班？程潇父亲并未回答顾南亭的话，而是抬手看了看时间。有航班，不过是顾南亭想逃离的借口罢了。他本就是专门买机票过来的，第二天也正好休息，根本不急着回去。
不习惯撒谎的他一时竟然知该如何回答，不自觉地在裤缝边上敲击起了摩斯密码。小顾，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们聊聊吧。程潇爸爸看出了顾南亭的紧张。你不用紧张，就随便聊聊。好。顾南亭没有犹豫，四处望了望，正好望到一家茶楼。叔叔，要不我们去里面聊？茶楼的小隔间里，程潇爸爸随意点了2杯茶后，直接开门见山：小顾，我问过潇潇很多次，他都没有告诉过我你和他分手的原因。作为父亲，我虽然尊重潇潇的隐私，但实在不忍心看着他一直这么伤心难过下去，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想法。抱歉，叔叔。顾南亭难受地蹙了蹙眉，手指不自觉地敲击着茶杯的杯壁，努力组织着自己的语言坦言。说起来可能有些荒谬，我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许多重要的记忆，也因此伤害到了程潇。程父叹了一口气，那你现在记忆有所恢复吗？没有。顾南亭实话实说完，情绪低落地低下了头。那你对潇潇是怎么想的？程父并不在乎顾南亭的记忆，他只想知道他对自己女儿的感情。顾南亭沉默了好一阵，还是决定实话实说：叔叔，对不起。说实话，我有些理不清对程潇的感情，但对于之前伤害到了他，我很难过，也很愧疚。我想尽可能的去弥补自己对他的伤害。顾南亭的话还没说完，程父皱眉冲他摆了摆手：小顾，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潇潇原谅你，还是什么呢？顾南亭垂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求原谅？好像并不是，但他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来的时候脑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他想见他。见顾南亭半晌没有说话，程父不由得有些气愤：小顾，如果你对潇潇只是愧疚的话，就没必要再来见他了。你这样只会让潇潇更难过。潇潇既然选择了回青岛，就说明他准备放下了。如果你有心弥补的话，我希望你能就此放过潇潇，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作为父亲，我不允许我的女儿再受到伤害。说完，程父直接起身离开。顾南亭一个人在茶楼里坐了很久很久，直到深夜才离开。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不是说去青岛了吗？秦玉华看着自己儿子垂头丧气地提着一袋核桃回家，已经猜测到了事情的一二。这核桃看起来还挺新鲜的。哪里买的？程潇让捎给您的。顾南亭如实道。潇潇最近还好吧？秦玉华瞥了自己儿子一眼，故意试探道：有机会让潇潇回来玩了？他挺好的，只是不想再见我了吧？顾南亭情绪说不出的低落。秦玉华走到儿子身边，拍了拍顾南亭的肩膀：南亭，看得出来你还是很在乎潇潇的。人这一生啊，说长也不长，与其总纠结于寻找过去，不如好好珍惜当下。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秦玉华叹了一口气：当然，你做的任何决定，妈妈都会支持。知道了，谢谢妈。刚打开房门，就听见玻璃在笼子里大喊着：顾南亭，顾南亭。顾南亭叹了一口气，心里自顾自地接了下一句是：我是大混蛋。顾南亭皱着眉走向阳台，本已经准备好迎接玻璃的谩骂，玻璃却在笼子里上蹿下跳地欢呼着：欢迎回家，欢迎回家！那雀跃的姿态，活泼的语气，像极了一个女孩。顾南亭不由得会心一笑，给玻璃的食盒里添了一勺饲料。你倒是聪明。玻璃像是为了弄明白顾南亭话里的含义似的，偏着头用灵动的小眼神看他，然后出其不意地喊了一声：顾教员。顾南亭直接愣住了，那姿势，那语气仿佛在哪见过，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张熟悉的笑脸，闪着灵动的大眼睛，甜甜地喊着他：顾教员。他只觉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那种想要见到他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如果你有心弥补的话，我希望你能就此放过潇潇，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然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的程潇父亲的话，如同一桶冰水浇在了他的头上。他有些颓唐地走向客厅，
把自己凹进了沙发里。顾南亭的思绪被手机闷闷的震动声拉了回来。喂，南亭，你在家吗？我刚去办公室找你，没见着人。倪战的声音从手机那头传来。在家。顾南亭简短的回答完就摁断了电话。扣，不一会儿，倪战就来到了顾南亭的家里。公司出事了，你知道了吗？倪战进门就直奔主题。你被盗的那份资料，无非除了给了孙成一份，还以孙成的名义偷偷卖给了其他航空公司。得知消息的孙董为了保住他的准儿，私底下去和另一家航司谈，想要以共享航班的方式合作运营，以把资料被盗一事压下去。哪家航司？他们高价买去的，能同意共享？顾南亭皱紧了眉头。轻航。倪战在顾南亭身边坐下，他们公司今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要增开新航线难免经费不足，孙董答应了给他们投资。那徐总那边的态度是？徐总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让我去和轻航谈。公司高层本就对孙董不满，正好借机踢他出局，公司董事会定在了后天。那去轻航的事能不能让我去？我对那些资料比较熟，他们不是正当渠道得来的，我去应该更有利于谈判。顾南亭一心为公司的利益考虑着，却发现倪战在一旁偷笑。你笑什么？我说的是事实啊。顾南亭一脸的莫名其妙。你是因为轻航有程潇在吧？话说你跟程潇怎么样了？倪战笑着拐了拐顾南亭，没想到你还是个恋爱脑。说实话，刚顾南亭还真没起这茬，他不由得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可仔细一想，又情绪低落的摇了摇头，他应该并不想见到我吧。倪战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说你当时跟我争了半天，转头就把人家忘了，换谁不伤心啊？要是喜欢，就使劲追呀，别给自己留下遗憾。走之前，倪战意味深长地拍了拍顾南亭的肩膀，程潇他很爱你。第二天一早，顾南亭就准时去了总裁办公室，主动向徐总申请去轻航谈合作的事，徐策爽快地答应了。走之前也意味深长地拍了拍顾南亭的肩膀，你去何事？轻航那边正好有熟人，